钥匙在手，看法走路呀。走路是吧？你想走路你不是说走路比较熟悉吗？走路，对我也不知道。出发。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一轮房价下跌啊，受损失的最大还是穷人。这一次房价下跌不仅仅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有三四线城市也是照样下跌的，具有普遍性，通通都在下跌了。现在看到网上有一种声音在说，就是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房价下跌会缩小这个贫富的差距。其实呢，大多数人呢，一生呢是只有一套住房的。其实有钱人手上握的多套房产，有钱人受到的损失是更大的。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绝对是穷人的损失会更大。我们普通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辛辛苦苦一辈子的积蓄，交了首付款之后，剩下的办了房贷款。如果说一套房是在160万，首付40万，剩下120万是办理这个房贷，每个月的房贷月供呢，大概是6000块钱。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上班一族，打工人嘛，一个人手握了几千块钱的房贷，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呢，现在大多数人的首付呢，可能都是由父母出了一部分的，自己然后又凑了一部分。可以说现在买一套房是掏空了2代人的积蓄。现在佛山丽水这边的房价大概是在2万块钱左右，那么在它最高峰的时候呢，这边的房价是去到2万8甚至3万块钱一平方的，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跌了7、8千块钱的房价了。假设按照主力户型100方以上来计算的话，一套房子现在最少也是亏了7、80万的，基本上就是说把自己和父母多年的积蓄已经亏没有了。而且呢，房贷呢，它不是按照现在的房价来还款的哦，它仍然是按照当年买房的时候的价格是来还这个房贷的。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可以说一辈子都已经被这个房子套牢了。有钱人呢，他们的名下往往是有很多套房的，而且有钱人基本上都是喜欢这个全款买房。虽然现在房价的大盘整体都是在下跌的，但是对于很多刚需者来说，这个房子呢仍然是很贵的。而且对于已经买过的刚需人群来说，基本上都已经赔得底朝天了。现在卖房不仅是赔光了首付，还要把装修的钱也赔进去了，还有一些呢，这些年的房贷的利息都是要赔进去的。如果说按照月供6000块钱左右来算每个月本金就只有1000多块钱，利息呢大概是占了4%左右的，绝对的是多年的积蓄化作一场空但是富人呢，他们名下的房子往往是全款的，它可以用来出租，急需用钱的时候呢，也可以拿来到银行去变现抵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能是自己做生意获得的收益途径多种多样嘛，房产、理财、存款，还有其他的收入。虽然说房价下跌了，但是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确实是不大的，只是账面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呢，生活中他们还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嘛，仍然是开着豪车，住着豪宅。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的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笔资产了。如果说房价缩水了几十万，父母医生可以说是白干了，而且自己打工可能10年都搭进去了，绝对是损失惨重普通人的收入往往是比较单一的，就像我们这边3线城市为例很多人都是从事基础的劳动，主要是从事农业或者经常就是打工或者就是从事跟房地产相关的，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农业。现在城里居住的各种建筑材料各种各样的工人都是有需要的，包括很多农民会进城做装修工农忙的时候就回家里面种地农闲的时候就会出来干一些其他杂活，大部分呢都是从事与建筑相关的。房价下跌呢，开发商也就是不会再拿地了，没信心嘛，楼盘就会越建越少，所以工人呢就会越来越少嘛，那买房的人呢也就会越来越少了，装修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少。这几年咱们是不是有一个感觉，就是
钱手里边的钱就是越来越耐花了，而且赚钱呢就越来越难了。这一轮房价下跌啊，就是对穷人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这几年内地的各行各业都是非常的内卷。上次我们店来了一位是做装修公司的一位老板，他跟我们说这几年行情真的是很差，现在一年也接不了几个单，大部分呢这个装修公司都已经被垄断了。他们做一些床屋定制啊，都已经被那些有实力的公司垄断完了。像他们一些小公司啊、小企业想去接单呢，都是很难的。各行各业都已经被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垄断了。今天我们看的这套房子呢，是100多个平方。现在的房市呢是有房无市啊，根本就没人买，很多人抛售就是卖不出去，没人接盘呐。这套房子整个格局还是非常好的，还是万间呢。这是大厅，我们进里面房子看一下。这边是公厕，3个房，次卧，这边也是次卧。房子的格局都是挺方正的，里面是主卧。一个衣帽间、主人房，里面还有单独的一个办公房。主人房的一个房间占了好几十个平方，还有单独的一个独立卫生间。刚出来就遇到放学了，真多人。4点半这边就堵死了。因为有些房子你要上完，你要回去上完。你下来。才知道太难了，这边人真多，车也多。那不是要崩溃了？好难哦，这些路要走的，我真。开饭了，开饭了！今天简简单单又一餐，又消费了15块钱了。